世人都嘲笑周瑜心胸狭隘，殊不知他才是被黑了1000年的完美男神啊！所谓周瑜被诸葛亮活活气死，更是《三国演义》刻意制造的弥天大谎。历史上的诸葛亮可从没入过周瑜的法眼，甚至两个人可能连微信都没加过，这是怎么回事呢？而且正史里记载的周郎啊，无论是外貌之出众、才华之横溢和胸襟之开阔，都堪称万人迷。就像如今很多网文里的霸道总裁，连绝经多年的女人都会爱上啊。既然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活活气死的，那风华正茂的他，为何却在36岁英年早逝？是不是背后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真相呢？先给个简单的结论啊，周瑜从没记恨过诸葛亮，但他却引起了他的领导孙权的忌惮和猜疑。根据这个史料推测啊，周瑜的英年早逝跟孙权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他是不是被孙权给害死的呢？细思极恐啊！后面请看老曾的独家解读。如果非要说完美男神有什么污点，只有一条是惹人生疑啊，那就是在无数文人墨客心目中的绝世美人小乔，很有可能不是他的正妻，而是一名小妾。更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小乔也很有可能不是明媒正娶，是他打仗以后抢来的。莫非无数少女心目中的霸道总裁真的霸占过民女？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呢？一会儿第3回会详细谈到。大家好，我是曾子航。本期曾子航人物志将用正史拆解周瑜的6大千古谜团，其中他胸襟开阔的铁证在哪？他和诸葛亮的真实关系又如何？小乔到底是他的正室还是姬妾？以及他36岁突然暴死之谜，千万不要错过。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欢迎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的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和解密真相。提起周瑜，你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词是什么？是不是心胸狭隘、三气周瑜？那是被《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刻意歪曲的文学形象。史学家陈寿在《三国志·周瑜传》里白纸黑字的写着：周瑜壮有姿貌，性度恢阔，翻译过来就是颜值出众，心胸豁达。他前后2任领导，哥哥孙策赞他英俊异才，弟弟孙权亲口评价这是世间少有的奇才。关于周瑜心胸宽广，咱们拿2件《三国志》记载的实例作证。第一件呢是周瑜的老同学蒋干啊，曹操赤壁之战后派他来江东挖角，劝这个周瑜跳槽。周瑜全程设宴款待，坦荡表明自己与明主誓死效忠。蒋干呢临终直言周瑜是雅量高致，压根儿就没有《三国演义》里盗书坑人的桥段。第二件事就更有说服力了，江东老将程普跟着孙家3代打拼，眼见晚辈周瑜年纪轻轻升居高位，官职反超自己，心里不服，带兵时是屡次故意刁难，不听调遣，拖累战事啊。手握主帅实权的周瑜从头到尾没有借机报复，一味的是包容忍让啊。等到周瑜离世，程普才发自内心的感慨，和周公瑾相交啊，就像喝下醇厚美酒，不知不觉就沉醉其中。能让处处针对自己的宿敌由衷敬佩，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小肚鸡肠呢？那周瑜这般通透大气的格局又是如何造就的呢？请接着看第2回。《三国演义》里的周瑜急功近利，处处算计，像一个一朝得势，骨子里还是一副穷酸相的凤凰男。其实历史上的周瑜出身世家大族，他的堂祖父和堂叔都在汉朝担任过太尉之职啊，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部长。其父周易曾任洛阳令。周瑜字公瑾，庐江人，从小就是文武双全，多才多艺啊。特别是精于音律啊，至今还流传着曲有误周郎顾的谚语，也就是说啊，只要乐曲弹错一个音，哪怕宴席喧闹，周瑜也能够立刻察觉。他跟孙策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铁哥们儿，好到什么程度呢？孙策在溧阳创业，缺兵少粮，周瑜二话不说，带着兵拉着粮就投奔过来，这哪里像个小气鬼啊？孙策高兴地说：“我得到了你，大事就算成了。”24岁的周瑜
被孙策封为建威中郎将。当地的百姓见周瑜年轻有为，风流倜傥，亲切地称其为周郎。在周瑜跟随孙策攻下宛城以后，意外得到了当地名人乔玄的2个女儿大乔和小乔。结果大乔嫁给了孙策，小乔许配给了周瑜。根据这个《三国志》的记载孙策美姿颜，周瑜有姿貌，都长得跟如今的流浪小生似的，在外人看来自是才子佳人，天作之合。后来苏轼在《赤壁怀古》一词中写下了小乔出嫁了，雄姿英发，更是增添了一番风流神韵然而必须纠正一个1000年以来流传的谬误，那就是这对绝世姊妹花极有可能不是孙策和周瑜的正妻，更像是小妾。他俩嫁给这2位少年英雄，也不像是明媒正娶，而是战争期间抢来的压寨夫人，是不是很颠覆认知那么历史上孙策和周瑜跟江东二乔真实的婚姻关系又如何呢？请看第3回。老曾结合汉代礼制，拿出了3条实锤，推翻二乔是正妻的定论。一、孙策和周瑜娶二乔的年龄不对。根据这个正史记载是汉献帝建安4年，公元199年，二乔一起出嫁的。那会儿孙策和周瑜都25岁了，2人都是世家子弟，都早早出来创业，又都帅出流量，帅出天际，怎么可能一直单身呢？古人普遍15、16岁就成婚，不会等到壮年征战以后才娶妻，万一战死疆场没个后代，岂不没个卵用？二、孙策和周瑜娶二乔的方式与众不同。二乔是孙策和周瑜的部队攻破宛城后所得，显然是属于战利品，并非明媒正娶的正史。古代那些年轻貌美的女子如果遇上战乱，大都红颜薄命，一般是3种结局。哪3种？要么被奸，要么被杀，要么被抢。被抢算是结局最好的，何况还是被2个才貌双全的少年英雄看上，总比被那些脑满肠肥、浑身酒臭、一个大字不识的土军阀霸占要强太多。3、史书记载露出马脚。对孙策和周瑜娶二乔，《三国志·周瑜传》虽然寥寥数语，但意味深长，实得乔公2女皆国色也。策自纳大乔，瑜纳小乔。划重点，史书写的是纳，汉代礼制里娶妻用娶或聘，纳多用于妾和侧室，这是区分正妻与姬妾最直接的文字佐证而且孙策还是自纳，没有媒人说媒，有点这个霸王硬上弓的味道。别忘了孙策的外号就叫小霸王，有抢来的嫌疑，但应该不是强抢，有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但不是周瑜打黄盖，而是周瑜抢小乔。但这事儿呢也无损于周瑜的光辉形象，一对绝世姐妹花还是嫁给了2位自带流量又英俊帅气的少年网红，自然是引来了无数的流量和话题。后世诗词戏曲不断美化，慢慢把妾室写成神仙眷侣，误导了后世的所有人说到周瑜一生的高光时刻，除了得到绝世美女小乔为伴，还有一个就是打赢了赤壁大战。然而在《三国演义》当中，诸葛亮成了神机妙算、无所不能的绝对男一号，名为东吴主帅的周瑜却沦为了衬托诸葛亮的背景板。那么赤壁之战真正的首功是该归于周瑜还是诸葛亮？历史上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究竟怎么样？周瑜真的会嫉妒诸葛亮吗？请看第4回。说到周瑜一生最华彩的篇章，自然是指挥了赤壁大战，打败了号称雄兵100万的曹操，这是中国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然而到了《三国演义》当中，周瑜却被明显黑化了。作者罗贯中为了烘托诸葛亮的天纵奇才，不但把周瑜写成了一个心胸狭隘、妒贤技能的男版绿茶，还把周瑜的很多智慧和权谋移花接木放到了诸葛亮的身上。结果诸葛亮的形象瞬间高大完美起来，一会儿是舌战群儒，一会儿是草船借箭，还智击周瑜巧借东风，把周瑜这个响当当的主帅是彻底架空
气得这个小心眼七窍生烟，最后还含恨说出了既生瑜何生亮的千古名言。而真实的历史是，整个赤壁鏖战期间，诸葛亮根本没在赤壁前线，他一直在夏口一带帮助刘备收拢人心，安排后勤。所谓智居周瑜啊，纯属是子虚乌有，因为周瑜本身就是主战派，草船借箭这活是孙权干的，被莫名其妙移到了诸葛亮的身上。所谓借东风，那更是凭空杜撰出来的。周瑜是赤壁之战唯一的前敌总指挥，真正的全军统帅，是他力排众议，坚定主战，是他统帅全军，最终敲定了火攻破曹的核心战术，也是他最终采纳了部将黄盖诈降加火攻的具体实施方案，还是他水陆追击扩大战果，保住了孙权的江东基业，促成了后来三国鼎立的格局。那么历史上周瑜和诸葛亮的关系究竟如何呢？老曾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任何一部书都从未提到周瑜和诸葛亮之间的恩怨，因为两个人一生基本没什么交集，恐怕都没怎么单独见过面，微信也没有加过。赤壁之战后呢，周瑜确实上书给孙权，要他防着刘备，提到的只是关张二人，只字未提诸葛亮，这个后面还会提到。由此可见，当时初出茅庐的诸葛亮并没有引起周瑜的注视，一个胸襟开阔的周瑜又怎么会去为难一个无名之辈呢？至于所谓诸葛亮三气周瑜，最终导致周瑜被诸葛亮气的是吐血而亡，更是胡编乱造。如果说周瑜真的是小肚鸡肠，看到别人比他有才华就生气上火，从东汉末年到三国时期英雄辈出，他得气死多少回啊！其实周瑜对东吴的功劳远不止一场赤壁大战。周瑜早年曾经效力军阀袁术，可他看出袁术目光短浅，成不了大事，果断弃官投奔孙策。6年领兵横扫江东数郡，接连攻克茂陵、浔阳、豫章等军事重镇，靠着数千兵马打向了江东的基本盘。后来孙策不幸遇刺，临终托孤，把弟弟孙权交给了一文一武的张昭和周瑜。孙权当时才19岁，面对江东内部人心惶惶，外部曹操虎视眈眈的烂摊子，一度想撂挑子，是周瑜第一个站出来，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孙权，带头行君臣之礼用自己的行动和威望给孙权这艘风雨飘摇的小船压上了最重的一块压舱石。可以说，没有周瑜，孙策的基业传不到孙权手上；没有周瑜，孙权也坐不稳江东之主的位置。赤壁之战更是周瑜人生的巅峰。论资历，他是孙策的拜把兄弟；论功绩，是东吴的开国元勋。可就是这样一位忠心不二的大都督，赤壁大捷声望登顶之后，孙权的猜忌也就悄然而至了。而周瑜也在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年富力强之际，突然英年早逝，年仅36岁。周瑜怎么突然就死了呢？周瑜的早逝是不是孙权刻意猜忌和打压的结果呢？请看大结局。既然周瑜不是被诸葛亮气死的，历史上的周瑜为什么在36岁那年便英年早逝了呢？《三国志·周瑜传》原文是这样记载的：瑜还江陵为行庄，而道于巴丘病卒，时年36。说的是建安15年，公元210年，周瑜在赶回江陵的途中突然暴病而亡的。后人分析周瑜有可能是患上了瘟疫或者某种急性传染病，还有一个可能是旧伤复发，但两处细节说不通首先，正史里并没有记载周瑜之前打仗受过伤或者一直旧伤未愈，所以先排除旧伤复发的可能性。其次，如果是某种急性传染病，得病的可能不仅仅是主帅周瑜一人，有可能他率领的整支部队都会染疫，但史书里没有这方面的任何记载，所以周瑜的死很突然。结合孙权的言行，老曾认为郁郁成疾，心力憔悴才是周瑜之死的合理解释也就是说，周瑜的暴亡很有可能跟老板孙权的猜忌有关。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证据吗？
三国志·周瑜传》提到2处孙权对周瑜值得玩味的态度和表现，一处是赤壁之战后，周瑜向孙权建议软禁刘备，拆分关张2将归东吴调遣，这个计划能根除刘备的隐患，却触碰了孙权的底线啊！孙刘联盟是制衡曹操的关键，软禁刘备等于撕破盟约。更让孙权忌惮的是，周瑜手握重兵，还想调度关张，兵权会不会失控啊？孙权当即直接否定了提议。第2处更是透出不安和诡异。有一次孙权送刘备回荆州，酒过3巡，屏退左右，单独跟刘备聊天。孙权叹了一口气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故其气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这话翻译过来就是周瑜这小子能力格局都顶尖，我怕他野心太大，将来不甘心做个臣子啊！孙权居然当着盟友刘备的面公然表达对自己手下第一功臣的猜忌，这已经不是裂痕了，等于是把内部矛盾给公开化了，简直就是在周瑜的棺材本上钉钉子。孙权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猜测有2个目的，一是转嫁矛盾，赤壁之战是孙刘合作的丰硕成果，然而蜜月之后，刘备集团渐渐做大，所以才有了周瑜上书孙权要求软禁刘备的建议。孙权何尝不是看在眼里，但他不想直接得罪刘备，就把矛头对准了周瑜，告诉刘备现在是周瑜跟你过不去，不是我孙权，而是借刀杀人，想借刘备这把刀除掉周瑜。周瑜既然野心太大，不甘久居人下，他要自立，威胁的不仅是我孙权，也对你刘备不利。那么孙权说周瑜野心太大，想自立门户，是否属实呢？孙权为什么要如此评价周瑜呢？实事求是讲，周瑜有自立之力，有自立之才，却没有自立之心呐。周瑜对孙吴政权可谓是忠心不二。其实自孙策死后，周瑜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东吴的头号重臣，手握兵权。如果周瑜有2心，早就学着曹操把汉献帝刘协当傀儡皇帝那样架空孙权了。可周瑜呢，却始终对孙权是毕恭毕敬，便不断的给孙权发掘各种人才啊，其中鲁肃和甘宁就是周瑜推荐给孙权的。然而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对待周瑜，孙权的感情却很复杂，一直是在信任和猜忌之间徘徊。深究根源，孙权是天生多疑啊。三国志·吴主传明确记载，他性多嫌忌，晚年更是大肆屠戮功臣。后来的东吴大都督陆逊便是遭猜忌，被逼自尽。周瑜是孙策的至交，孙权从兄长手里接过基业，不属于父死子继，法理本来就存在隐患。尽管周瑜在孙策死后第一个带头给孙权行君臣之礼，但在猜忌多疑、实力弱小的孙权心中，周瑜这么做是不是在故意收买人心呢？一旦翅膀硬了，会不会像一开始寄人篱下的刘备一样，到时候拉出自己一套人马单干？特别是赤壁之战后，周瑜的声望和权力如日中天，孙权那更是如坐针毡呢。周瑜不是韩信，他情商高，人脉广。孙权的猜忌和防范一定被周瑜及时捕捉到了。对于一直忠心护主，想帮助主公进一步扩展战略版图的周郎来说，这无异于兜头一盆冷水倒了下来，让周瑜是心灰意冷。但周瑜也不是张良，他不会想着这个时候激流勇退，而是顾全大局，依然是建言献策啊。周瑜察觉猜忌之后，为打消老百的疑心，主动提议联合孙权的堂弟孙瑜共同西征入蜀，摆明带上宗室监军，绝无二心。孙权表面应允，周瑜动身赶路，半路却是骤然暴毙啊！除此原因，有多年高强度的军旅生活让他一直承受巨大的压力，也来自孙权对他的各种猜忌，让他心怀忐忑。个人猜想啊，一直多才多艺的周瑜性格上一定有着比较严重的完美主义倾向。这种事事追求完美的人，一旦遭遇别人的误解，往往是不堪重负，表面刚强，内心却极度脆弱。一个从来只会弱定的主帅，感觉身边像被领导24小时装了摄像头，那日子肯定是既难受又压抑。
最终突发急症离世。临终前，周瑜仍然心系东吴，给孙权写下举荐信，力推鲁肃接任他的大都督，句句肝胆，字字赤诚，颇有点后来诸葛亮给后主刘禅上《出师表》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味道。周瑜离世以后，孙权亲自穿上丧服为周瑜举哀，东吴也彻底停下了向外扩张的脚步，从此固守江东，偏安一隅。可见周瑜在东吴所起的作用，那是无人可替代的。孙权称帝后感叹，若无周公瑾，自己登不上帝位。这番感慨既有惋惜人才的真心，也藏着卸下心头大患后的释然。被《三国演义》抹黑千年，让一代完美儒将背负小气无名。那你觉得，如果周瑜没有英年早逝，东吴能一统三国吗？评论区留下你的观点。这里是曾子航人物志，争议人物重新解读，不吹不黑，只讲人性。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下期继续深挖那些被历史误解的大人物。你想听哪些历史人物的重新解读？也欢迎评论区告诉老曾。